俄罗斯的防空又闹乌龙了。一架苏35战机在扎波罗热执行对乌作战任务途中，被部署在托克马克附近自家的 S-300凌空击落。同样呢，在扎波罗热前线，乌克兰第12特种部队在近期的战斗中成功俘虏了俄军第228摩步团的团长。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事情经过。在9月29号凌晨0点45分，一架苏35战机正在向扎波罗热、新普罗科皮夫卡和维尔博韦方向飞去，准备对周边的乌军展开进攻行动。为了避免提前被乌军发现，飞行员试图绕过防空网，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操作呢却被部署在托克马克附近的俄军防空人员误以为是敌军来袭，随即发射了 S-300将其击落。从社交媒体流出的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架飞机遭到防空导弹攻击，在夜空中爆炸后化为明亮火球向地面坠落，而疑似为该机残骸的影像也在网络上曝光。这事件的发生呢，不仅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同时也给乌克兰带来了重要的进攻机会。毕竟托克马克一直被认为是通往梅利托波尔的关键命脉，驻守在此地的俄防空部队居然如此草木皆兵，难免会让人怀疑俄军在托克马克前线的军事指挥和协调能力。这一事件呢，也引起了全球媒体和专家们的广泛讨论和关注。在大兵看来呢，这次误击事件虽然暴露了俄军在战时应对紧急情况的严重缺陷，但也同样为自家防空系统证明了俄系防空并非是一无是处。毕竟在面对乌克兰战场上最先进的战机时，仍然能够做到一发入魂呢。显然，虽然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对风暴阴影海马斯的拦截效果有限，但至少在拦截自家战斗机方面，效果那是一点都不差。就凭这一点，谁敢说俄军的武器质量差、没精度？这就是不符合事实。除此之外，据了解，在误击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28号，俄军一架苏34战斗机在沃罗涅日地区卡什拉区科罗杰兹尼村附近的田野上空坠毁，起因呢是左侧起落架故障。好在机上2人顺利弹射逃生。有乌克兰网友对此评论，他们应该庆幸周边是没有自家的 S-300或者400防空系统，否则恐怕就没有弹射的机会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俄军的误击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们都知道，在俄乌刚开战时，俄军凭借巨大优势，在战争初期就掌握了制空权，于是俄空军战术就发生了改变，不再追求高空轰炸、防区外打击这种低风险高消耗战术，而是改为了携带自由落体炸弹、超低空突防、凌空轰炸。这一做法呢，也导致了俄军战机在战争前夕有不少被英美提供的毒刺防空导弹击落。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到了2022年7月17号，来自俄罗斯媒体公布的消息称，一架苏34战斗轰炸机在卢甘斯克被击落。在那时候呢，俄空天军在战场上已经损失高达了7架苏34，只不过这架苏34并不是被乌军的单兵防空击落的，而是被自家人打掉的。该机被击落的地点呢，处于乌克兰东部俄军所在地。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由于该地区被俄军占领，乌克兰在那个时候并不具备击落该机的可能性，因此大概率属于乌东武装误击。除此之外，福布斯杂志的记者也为此做过调查，发现在去年7月份以来，至少有3架俄罗斯战机在乌克兰上空被自己的导弹给击落了。虽然战场误击似乎是不可避免，包括英美等超级大国同样也会发生，不过在这场俄乌战争中呢，俄军的战场误击似乎有点太多了。因此大兵的猜测是俄军的敌我识别系统出现了问题。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想必各位都对俄军装甲车上的字母 Z 印象深刻。俄军使用这些字母和符号作为战场识别标志，以此避免在战区内发生友军误伤，或者错将乌军识别为友军，导致危险的情况发生。但显然这种方法比较原始，一旦乌军呢也在战车上喷上 Z 字图标，那么俄军恐怕很难分辨两家同出一系的坦克。而在战机识别方面，俄军呢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毕竟两家用的也都是苏制战机，想要在外形上分别基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俄罗斯再次使用涂装来进行识别。虽然在飞机颜色上没有大的改动，依旧是灰色配上字母 Z 和字母 V，但这种方式呢还是过于原始了。除此之外，俄军的战机上应该还具备敌我识别器，
毕竟现如今的空战的距离不断拉长，超视距作战能力成了战机重要的标准之一。而在超视距作战能力之下，敌我识别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无法完成敌我识别，那么打出去的导弹极有可能将己方战机连续击落。从技术角度来讲，敌我识别器实际上就是一种雷达，在民航领域也叫二次雷达。在民航飞机上装有的问答机，在接收二次雷达发射的特定编码雷达信号后予以回答，这个时候呢，就能确定其身份是民航客机。而在军用防空雷达上，其实呢也跟民航领域类似，在防空雷达上一般专门装有独立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可以发射或者接收飞机上的敌我识别器或者问答机发出的信号。不但可以区分军机和民机，还能区分军机是本方军机还是敌方军机。有了敌我识别器，就能有效地防止防空雷达误识别本方军机和民防飞机，最终导致防空导弹或者高炮误击悲剧的发生。而俄罗斯战机接二连三地被自家武器给击落，问题呢很有可能就出在这里。很明显，俄军的 S-300 防空导弹呢连续击落己方的重型战斗机，已经说明俄罗斯的敌我识别系统存在了严重的问题。而若是俄罗斯对于战斗机和防空系统的敌我识别系统不做任何的改观，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俄乌战争中还将出现更多的误击事件，导致俄罗斯面临更大的损失。当然啊，我们也不排除乌克兰或者北约破译了俄军的敌我识别器的编码，对其进行干扰，最终导致防空人员操作失误。因此，对于俄空天军来说，当下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误击的原因，并且下功夫建立完善的情报系统，搞清楚敌方的防空武器数量、型号、部署位置。同时还需要改变简单粗暴的作战风格，详细制定针对性的作战任务，不要再让自家的战机再被误伤。同样，来自9月28号的前线消息，乌军国民警卫队亚速旅第12特种部队第1营和第2营对俄罗斯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完全占领了俄军阵地，并且俘虏了4名俄罗斯军人，其中1名呢是俄军第6机步师第228摩步团的团长，其他3名分别是2名列兵和1名风暴 Z 部队的士兵。那么说完了前线的乌龙，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俄乌战线的发展。巴赫穆特前线，克里什基夫卡方向，乌军在 T0513 公路与巴赫穆特市区之间的森林继续推进，并且占领了2个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十分重要的阵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成功的在克里什基夫卡和安德里夫卡之间越过了铁路，并且稳稳地控制了新阵地。对于乌军而言，这条铁路一直是一个障碍，因为它经过的地方地势很高，两侧都是低地。俄军在这里建立了防线，甚至还挖了地下防空洞。但经过不懈的努力，乌军呢还是成功的将这里的俄军给撵了出去，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功。因为被乌军占领的这块铁路线地势较高，可以看到整个区域的广阔田野，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形。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在普里尤特涅区域，乌军在击退俄军反击后，再次对村北面的俄军阵地发动小规模进攻。在扎维提涅巴扎尼亚北侧区域，乌军分2路在火炮掩护下对俄军阵地发动进攻，但推进距离不多。扎波罗热方向，在罗伯季涅区域，乌军分2路在炮火掩护下对新普罗科皮夫卡的俄军防线实施猛烈进攻。乌军这次出动了4辆坦克与3辆装甲车，分成多个战斗小队，每个战斗小队约10到15人，从多个区域向俄军阵地发起进攻。目前双方仍在激战。另一边的维尔博维，乌军呢进展较为顺利，从西往东大约推进了200米。前面提到的被自家击落的苏35也是在这里附近被击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消息称，乌军目前正在准备在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方向发动进攻，并且夺取扎波罗热核电站。具体行动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虽然从反攻开始3个多月以来，乌克兰军队仅收复了被俄罗斯占领的一小部分领土，不过这场反攻的成败不能仅以平方公里来衡量，在前线以外的地方，乌克兰军队正在稳步削弱俄罗斯的战斗能力。战线之外呢，并有条不紊地为未来的进攻创造条件，这一进展在克里米亚最为明显。最近几周，乌军在克里米亚半岛发动了多起具有战略意义的袭击，
该地呢，作为当前俄军最具战略意义的后勤枢纽，袭击此地也能够很好地威胁到俄军在乌克兰南部的补给线，同时也使得俄罗斯海军在黑海西北部维持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俄军方面的应对也很有意思，当前他们正在修建一条新的战略铁路。目前，俄罗斯人已经开始在亚速海沿岸修建连接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和罗斯托夫的新铁路线，工程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一旦被俄军成功建成了这条道路，这将大大降低托克马克的重要性。而在新的铁路没有完工之前，上述城市是俄军前线的运输中心，其中托克马克是前线和距离梅利托波尔最近的，这是乌军切断整个俄罗斯南北沟通的最重要的地区，也是切断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的关键点。为了避免被乌军炮火打击铁路，这条新铁路距离战线较远，甚至射程70公里的海马斯火箭炮也无法有效覆盖。一旦建成，就减少了俄军对当前铁路运输线的依赖，同时也意味着俄军已经开始准备长期与乌克兰作战。这一点也和俄罗斯最近宣传要坚持到2025年的计划非常吻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乌军正在向这条运输线猛力冲击，距离铁路中转枢纽托克马克已经近在眼前了。再加上一条新铁路的修建是以年为单位的，期间战争局势势必还会继续变化。等到施工完毕时，也许战局就已经天翻地覆了。其次呢，即使是按照目前距离战线90公里计算，也会处于乌军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内。这就意味着乌克兰必定会对这条铁路进行打击，尤其是还未完工的工地。而打击这些铁路的最佳武器，就是美国即将送到的 ATACMS 了。该导弹呢，虽然是洛克希德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战术导弹系统，但其射程呢却可以达到300公里，搭载的 WD-U-18 弹头相当于200多公斤的 TNT 炸药，足以毁坏俄军的铁路和桥梁。而之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海马斯，如果使用共架发射，只需要做一些软件和指挥系统的调整，就可以把海马斯火箭炮马上变成 ATACMS 发射单元。一旦美国大量向乌克兰提供 ATACMS， 那么把它和海马斯相互结合，对俄罗斯的目标发动打击，不能说完全弥补乌军远程打击的一块短板，但也至少可以让乌克兰找到一种好用而且用得起的远程打击能力。在边境300公里范围内呢，无论是对俄罗斯坚固阵地体系，还是对俄罗斯边境城市以及克里米亚打击行动，都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今后，如果对克里米亚大桥、琼加尔大桥以及正在修建的铁路工地进行高强度饱和攻击，其效果也必定比无人机每天干扰的效果要大得多。尤其是克里米亚大桥，泽连斯基之前信誓旦旦地说要把这座大桥彻底摧毁，而现在呢，随着冬天的临近，俄乌正在正面战场上的战斗也将逐渐放缓。这时候，乌军的攻击重心肯定会放在对克里米亚的导弹袭击中。美国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届时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